哦，你刚还在看，你不是已经看过了吗？你等一下啊，那个有点快，我翻回来一下。私下做了哪些情绪细节功课？我会觉得不是私下做功课。首先呢，从我的角度，我拿到这样一个剧本，我以我理解的人物去呈现它，从呈现它的过程中去找跟自己相似的部分。点滑了 ，sorry， 点滑了。我在房间里面。好。我跟周晨有什么共同点？我觉得。我其实就今天就坦开说吧，其实我也算了不说。我讲一个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我比较记忆深刻的几个点吧。一个是耳机线的那个情节点。我在自己看的时候很触动，我很心酸。第二个点是，他弟弟打电话来，然后他重复着他弟弟说那几句话，说一见钟情，死去活来，非他不可。我觉得很甜的情话，其实不是因为耳机线的，是因为他不自信，那些东西就会变得敏感了，那些小东西会放大了。他们俩要是坦坦荡荡的爱情，我会觉得有个耳机线也没有关系。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追求绝对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吗？说话一半。是有点挡脸，我现在也有点挡脸。我跟周晨，我会觉得这个周晨跟我30岁以前的相似点很多，在对待感情上，不光是对偷来的是一方面，第二个是我觉得是他的价值观决定了。大家等我一下，我去拿个外卖。等我一下。我是这么来理解的呀，就是他也讲过这样一段台词，就是他的成长环境决定了谈生意是交换，他生活中的所有行为，他就会把它等价为数字，会物化。
那一个人凭什么喜欢我呢？他凭什么爱我呢？他要去计算这个，他会觉得他没有，所以这个我觉得陈乔未晚他比较巧妙的是，其实女主一早就成长成了一个理想的伴侣，但是男主是有缺陷的，需要被女主带着成长。他是用男主的成长来讲这样一个故事。等一下啊，打铁。我吃聊完播一会儿再吃吧，我不喜欢边吃边聊。我再跟大家聊一个那个事情啊，就是最近有看到嘛，因为这次有一些喜欢我的粉丝朋友们给我发很多私信过来，然后有各种担心，也有各种提出自己看法和想法的，然后我觉得是在我整体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的情况，我其实会觉得现在的状态还挺好的。我是一个现在还比较自洽的状态，我也不愿意被数据裹挟，也不愿意只被自己的工作裹挟。所以我知道大家的出发点是希望我能更好，但是现实的世界是一个更复杂的东西构成的，所以我挺好的，谢谢你们，好。我说几个比较直观的东西，比如说大家觉得，有说，比如说我流量没那么好，这个事情，我首先觉得这是一个事实，就是当下的它就是没那么好，但是这个它不是一个。我们不能只为流量论，如果只为流量论，人是会很容易陷入焦虑的。你要不就陷入极度焦虑那种虚无感，要不你就会很狂妄，因为你流量好你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，你流量不好你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。我会觉得这只是一个维度。我有在很早期，因为我拍短剧很多年了嘛，我从23年开始拍嘛，因为这是围绕着我们一个绕不开的数字，在很早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会焦虑，但是很快我就有一小段焦虑的时间，然后逐渐会走出更多维度去看更多的东西，你可能评价的体系就希望更全一些。但是呢，数据确实又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，所以大家能直接拿出来说，对吧？它就是一个很直观的，10就是比8大，8就是比6大。我接受大家的任何的言论，但是我想告诉大家，我的状态是挺好的，我也很享受现在的状态。所以不要担心我啊。我这段时间拍这么多是，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去年确实拍的很少，再一个现在 AI 的一个冲击吧，我也希望能多积累点作品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你不知道未来什么样，那现在能有机会多拍，我也愿意拍一些，就多想拍一些想拍的，但是如果我现在累了，我也会休息一阵，好不好？
不可能。哦，关于城桥未晚，你们还有什么想聊？还有什么问题？有没有什么你们觉得，比如说你们最喜欢的戏，最打动你们的是哪一场？看我的，你不该签约听花岛，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听花岛，我觉得我永远是感恩的呀，我没有听花岛，不会开启我现在的整个职业生涯呀。我觉得这个是走到哪儿我都必须要承认的事实，就是没有听花岛，确实没有我的职业生涯，所以我是很感恩的。不是，隐忍人格。还停留在家里加班。对，我有看到有人说，就是比如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今天我跟一个朋友聊关于 CP 感这个事情。其实 CP 感为什么说是个玄学啊？因为它取决于你之前看过什么，而不是取决于这两个人，取决于你之前的接受的信息是什么，这是占很大因素的。第二个呢是短剧行业，你比如刚开始的时候，那大家看谁都会看着很顺眼，看谁看着都会有 CP 感，因为是新鲜的嘛。那这个行业时间越来越长，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熵增的行为，熵增的一个变化，就是你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多，大家看到的越来越多，那你就越来越难去接受同样一个人新的东西。所以我理解这个。你比如你之前看是认识我，从跟姜时期开始拍霸总，如果是那个时期认识我，你会觉得可能我演农村戏会有点奇怪，演那种年代的会觉得演霸总好像是舒适圈。如果你先看的是家里家外，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我演现代的戏就有一点点怪。那如果你看的是比如说夜色将明，你看的是一张坏人的脸，那你演好人你觉得看着怎么都不习惯。如果你看的是 Eric， 那你就觉得这就是个模子哥，他现在就是在装正经，对不对？我眼睛可能今天晒久了，我们今天在草原上拍了一天，特别大的太阳，然后我觉得今天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天，真是我们这个叫信诺山河嘛，其实是红军，我感受到了长征的艰苦。今天真的是就在太阳底下暴晒，我们也没有躲的地儿。今天好多群演都吐了，晕的好几个，挺难的。这个短剧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支持一下，挺不容易的。我们去尽量的去追求真实。汪帅导演本来我们拍这个草原的戏有很多处理方法，包括在棚里边拍，包括我们用 AI 或者用后期都可以做，但是后来选择了实拍，在这么大的酷暑底下，我们那么多人，模子哥，
疲惫的感觉。我看一下啊。2个层面，你说那个会不会疲惫的感觉？第一个是从演员演戏当下拍摄角度，当然是觉得希望能演一些你是能发挥你的多面性的，发挥你的表演空间的。第二个层面是，其实工具人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很努力之后，这个片子出来并不好，它传达的东西让观众也不喜欢，你也不喜欢。我是更倾向后者，就是我拍的东西，我在拍摄的时候体验感觉并不好，但是它上线之后，观众有个很好的情绪体验，那我是个工具人，我也是觉得很值的。技术派还是体验派？我会觉得短剧演员一定是多面派的。我说的多面派是，如果你只是体验派的演员，你没有办法完成很多戏，因为时间还有一些戏剧是你没法体验的。就我以前讲过很夸张的那些设定，我说我买下这栋别墅3000个亿，你怎么去体验？没法体验。你可以类似的体验。还有一些戏是它的戏剧的方式，你需要用一些肌肉的控制去完成，它反而是胜过你的体验。这是我最近感觉比较深的。就我最近拍戏，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很钻研，可能某一场戏有一些点大家会一直去深挖，但是短剧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，就是你挖的部分是什么？你有些地方东西你挖了，可能是花了很多时间，它可能就涨了1%，但你丢了剩下的50%的东西。所以你的用力气用在什么地方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。我再播个15分钟哈，家人们，播个15分钟我就吃饭了。今天收的比较早，就是跟大家聊会儿。老赵在拍呢，也在横店，他那天还来探我班了。我后天有可能能去探他的班，我后天要去探班，我跟他直播好不好？跟他直播，让他给你们跳舞。有什么角色是你绝对不想演的？我觉得我什么样的角色不能演？就是他传达了一个我非常不认同的价值观的角色，我不能演这样的角色，包括这样的戏。接陈桥片子，接陈桥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这个主创团队看着就你注定要接，它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和体验嘛。但是我必须夸一下陈桥的导演，就是我们在拍完我看到后期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惊艳，他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很多。导演给我们的表演加了非常多的分。然后也用了非常多的心思，他无论是构图、审美、音乐，我都特别喜欢。杨洋导演牛逼。
好，那个 KIKYOX 生日快乐。AI 稍等啊，那个跳的有点快，我得跳回来看啊。有没有想法把哪部短剧改成舞台剧？这个不是我的工作范围啊，新九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张掖的问候。火鸟就开始背台词了，已经。家人们还有什么关于陈桥的有想聊的吗？谢谢小白。你是小小，你是最喜欢74集是吧？就最后2个人表白那场。自己对向之南的看法，我对他没有看法呀。我对他没有看法呀。我会吃醋，我不希望他在缠着芝芝，但是我对他本身没有看法，因为他是喜欢芝芝的嘛，他是善意的。没有单没头，一心一意。好的，我一会儿找找啊。我努力去补配音，家人们，因为时间上特别紧，我也跟那个制片人商量，那天聊了，我也很希望是能够自己去配。说自己没那么重要那场，我记得呀，那场戏，所以陈桥其实我觉得是一部大家就是可以耐心看的一个戏，大家多多给这个戏点耐心，也多多帮我们安利，推荐给身边的朋友，让他们多点耐心。多看20分钟中就能看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有看到有一些人说，觉得故事的节奏太慢了，太平了。但这是这个故事的属性啊，陈桥未晚它就这么一个故事，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故事。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故事里边，其实它是有很震撼人心的情绪、震撼人心的情感和那些细腻动人的东西的嘛。弟弟说比我年轻什么感受？我讲一个东西啊，就是我最近其实一直想吐槽的一个事情，就网上老有人说年龄这个事儿。我是短剧圈，整个短剧圈，年龄最大的男演员，因为我是88年的嘛，我今年38岁。但是呢，
我一直不太明白，就是年龄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去嘲笑它？这不是一个自然属性吗？我努力在做我这个年龄能做的事情，该做的事情，有什么好嘲笑的？我从来没有隐瞒过我的年龄，也没有说过我觉得我，对吧？像不像38？那都是确实是，这是事实。但是网上我有看到有一些说，比如会拿年龄来嘲笑这个，这不是一个自然属性吗？大家都要变成这样吗？大家都要变到38、48、58、68吗？因为这个攻击其实不光是我啊，我为什么想说一声，是因为不光是我，其实我有看到有好多去嘲笑这个的，包括老赵，我其实是一直就我挺想怼一下这个事儿的。也没有，不是说觉得年轻与否，就是这是一个客观事实的一个年龄，就这个年龄我也很接受我这个年龄，我也接受我这个年龄大家的我能做的事情，对吧？我也在做我这个年龄做的事情。拍陈桥有什么好玩的花絮？有很多啊，就是大家我那天大家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吗？就是我跟雨欣我们拍那个吻戏，每次拍完他就这样，我说是不是扎人？他说对，我就赶紧去剃。但是我又发现有一场戏，我那个剃须刀剃完之后，我就有时候他会有一些胡茬留在脸上，都没注意。我有一场戏，就是我在喂他吃虾的那场戏，我们说唯一嘛那场，我这儿还有好多胡渣留在那儿呢。哎呀，怪我太不小心了。包括刘晓旭也那么大，对啊，包括我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包括刘晓旭也是，大家说他能演出成熟的这种稳重感的，那不正说明他厉害吗？人才20多岁能演出一个看起来远超他年龄的稳重感，那不正说明人家是有能力的地方吗？因为你们知道这种成熟感，就是带给人可以幸福的成熟感，它不是装出来的，它一定是自己心里边把很多事情是捋明白了的，对吧？那说明刘晓旭是把很多事儿捋明白了的，所以人能够很成熟。行，家人们，我播到55啊，再播几分钟，吃饭了。
周晨这个角色有什么细节自己加的？有很多啊。因为是这样，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杨导演不是那种会把我们限制的很死的那种导演，有剧本上的提示我们是特殊完成的，但是我们俩的那种，在大量的这种对白当中，我们的肢体语言，我们这些，他基本上都是不会去限制要求的，我们都是在那个沉浸到当下的那个情境，然后去演出来，然后他后期剪辑，根据我们的动作，根据我们的反应，然后去调的剪辑。有一些特定的，比如说脚步移动啊，或者是手啊，这种可能是要求的，其他的都会给我们很大空间的。陈乔哪场戏有遗憾？目前没有，想不起来。行，好，那我就差不多下了哈，跟你们比心。然后大家帮我们多多安利一下陈乔未晚，多多推荐给你们身边的朋友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哦，谢谢小白。好，那我下了。